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上海姑娘子涵和台湾男生洪志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爱是可以跨越海峡的。子涵是我们上海的金融精英，在外企工作，颜值身材都是一等一的。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，这样优秀的女生怎么会选择去台湾找对象呢？说来也是机缘巧合啦。记得去年夏天，子涵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洪志。洪志在台北经营着一家电子厂，为人特别温和有礼貌，两个人聊着聊着就来电了。可是双方父母都特别反对。子涵的爸妈都是体制内退休的，希望女儿在上海本地找对象，觉得远嫁台湾太不安全了。妈妈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他跟其他男生不一样。子涵跟我说起和洪志视频聊天的点点滴滴，眼睛都在发光。可是子涵心里也有顾虑，丽姐，我从来没去过台湾，万一他骗我怎么办？我看新闻上说台湾经济不行，建设也落后，我怕去了会后悔。我当时就笑了，傻姑娘，你还是要亲眼看看才知道。爱情需要勇气，你要相信自己的眼光。就这样，在我的鼓励下，子涵鼓起勇气买了机票，决定去台湾亲自见见洪志。说实话，我也为他捏了一把汗。一个女孩子独自去台湾见网恋对象，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。子涵刚下飞机就给我发消息，丽姐，台湾桃园机场也太大太现代化了吧，比我想象中先进好多，洪志早就在机场等着了。两人见面的那一刻，子涵说她感觉像做梦一样。洪志比视频里更帅更绅士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一看就是个会照顾人的暖男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洪志带着子涵游遍了台北大街小巷。子涵每天都跟我分享他的所见所闻，丽姐，这里的人都好热情啊。我在便利店买东西，店员笑眯眯地叫我小姐，让我感觉特别温暖。还有啊，这里的医院系统也太赞了，我前2天不小心扭到脚，洪志带我去看医生，全程不到半小时就搞定了，而且特别便宜，感觉比我们那边人性化多了。让子涵最震撼的是台湾的科技实力。丽姐，我参观了洪志的工厂，才知道原来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台湾制造的，台积电、联发科这些企业的总部就在这里，感觉自己以前真是井底之蛙。光顾着看新闻说大陆多厉害，却不知道台湾在这些领域也这么强。子涵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能感受到他眼界的改变。原本担心台湾落后的他，现在每天都在发现新大陆。特别是看到街上很多外国人都在用流利的中文跟台湾人聊天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里的生活节奏好舒服啊。子涵跟我视频的时候滔滔不绝，大家下班都准时，不加班。晚上7、8点钟，路上还是很多人，但不是在赶着回家，而是悠闲的逛夜市、喝茶聊天。我好奇地问他，那洪志对你怎么样啊？可好了。子涵笑得像个小女孩，她每天下班准时接我，带我去吃好吃的。你知道吗？这边的奶茶店和小吃店都好有特色，而且价格也不贵。洪志还经常带我去他常去的茶馆，教我品茶，感觉整个人都变文艺了。说起洪志的体贴，子涵举了很多例子。有一次下雨，洪志特意开车来接他，还准备了伞和雨衣。看到子涵穿着高跟鞋，怕她走路不方便，还特意带了一双平底鞋。这些小细节让子涵感动不已。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公共秩序。子涵继续说，地铁上大家都好安静，排队也不插队。马路上车子看到行人就会主动停下来让路。这种文明程度真的让我太意外了。子涵告诉我，他以前总觉得台湾比较保守落后，现在才发现是自己太狭隘了。丽姐，这里的社会氛围特别包容，大家穿衣打扮都很有个性，但从来不会有人指指点点。街上常常能看到老爷爷牵着狗散步，邻居之间打招呼聊天，感觉特别温馨。让子涵印象最深的是台湾的教育理念。有一天，他和洪志路过一所小学，正好是放学时间，那些小朋友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的出来，一点都不像我们那边的孩子，整天背着重重的书包，愁眉苦脸的。洪志的侄子正在上小学，子涵去他家做客的时候，发现孩子的课后时间都很丰富，
他们家客厅有个小黑板，侄子经常在上面画画。周末还会参加各种兴趣班，但都不是补习班，而是绘画、音乐这些培养兴趣的课程。不知不觉，子涵在台湾待了2周，她的三观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丽姐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发展不只是高楼大厦，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。这里的生活品质真的很高，虽然可能没有上海那么繁华，但是很舒服，很有人情味。宏志的父母也渐渐接受了子涵，特别是宏志妈妈，看到子涵这么懂事，还会帮忙做家务，对她越来越喜欢。阿姨总说我贤惠，其实我在上海都没做过家务的。子涵不好意思地说，但是看到宏志全家人都这么勤快，我也慢慢学会了照顾人。这时候，子涵的爸妈还在担心女儿的决定是不是太冲动，他们觉得我在台湾待久了会想家，会不适应。子涵叹了口气，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回去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想到子涵会这么快就爱上台湾的生活。丽姐，我发现这里的社会福利也太好了。子涵激动地跟我分享，宏志带我去他表姐家，他表姐刚生完小孩。你知道吗？这边的产假特别人性化，而且生育补助也很高。子涵还特别提到了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，这边看病特别方便，而且费用都不高。宏志说他们全民健保覆盖面很广，看病都不用担心费用问题。老年人生病也有很多补助，让人特别有安全感。随着了解的深入，子涵对台湾的印象越来越好。以前我总觉得台湾就是个小岛，能有什么发展？现在才知道井底之蛙是我自己。他感慨道，这里的科技产业真的很发达。我去参观了一个科技园区，里面都是世界级的企业。有一天，子涵遇到了一群来自欧美的外国人。让他惊讶的是，这些外国人对台湾的了解程度超乎想象。他们都在谈论台湾的科技创新、文化特色，甚至对台湾的民主制度都很感兴趣。我才发现，原来在国际上，台湾也有这么高的知名度。宏志的温柔体贴更是让子涵感动不已。有次下雨天，两人去逛街，宏志看到路边有个老奶奶在等公交车，二话不说就开车载老奶奶一程。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在这里随处可见，大家都很热心。子涵说，还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。子涵笑着说，这边的人特别爱惜公物，公园里的设施都保养得很好，地铁站里的厕所也很干净，大家都很自觉地维护公共环境，这种公民意识真的很棒。宏志的事业也很稳定，他的电子厂虽然规模不算特别大，但因为专注于特定领域的创新，在业界有很好的口碑。他不像我认识的一些创业者那样张扬，反而特别低调务实。子涵说，每次谈到工作，他都是说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。慢慢的，子涵发现自己越来越适应台湾的生活方式。这里的生活节奏很舒服，不会给人太大压力。虽然工资可能比不上上海，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高。他感慨道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情味特别浓，让人感觉很温暖。宏志的家人也都很支持他们的感情，特别是宏志妈妈经常打电话关心子涵的生活。阿姨还说要教我做台湾小吃呢。子涵开心地说，她说我是她的贴心小棉袄。看着子涵幸福的样子，我这个红娘也特别欣慰。谁说两岸的差异就一定会成为阻碍呢？真爱面前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不过子涵的父母还是有些担忧，毕竟女儿要远嫁台湾，他们心里不踏实。丽姐，我爸妈说要来台湾看看，子涵跟我商量，你说他们来了会不会改观啊？我当时就安慰他，放心吧，台湾这么好，你爸妈来了肯定会喜欢的。果然，子涵的父母来台湾后，态度有了很大转变。我妈第一天就被这里的人情味打动了。子涵高兴地说，我们去买早餐，老板娘知道他们是从大陆来的，还特意多给了几个小笼包，说要让他们尝尝台湾口味。特别让子涵父母惊讶的是台湾的治安状况。我爸总担心台湾不安全，结果发现这里晚上11、2点，路上还有很多人在散步。女孩子自己出门也一点都不用担心。宏志的表现更是让子涵父母放心。他每天都提前安排好行程，带我爸妈去看不同的景点。晚上还特意找了一些适合长辈的餐厅。子涵说，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他还特意请了1天假。
带我爸去参观他的工厂，让爸爸实地了解他的事业。在台湾的这段时间，子涵的父母也感受到了这里的生活品质。我妈说这里的空气好清新，街道也很干净。子涵说她还特别喜欢这边的早市，说菜价便宜，而且特别新鲜。让子涵父母最意外的是台湾的养老设施。有一天，宏志带他们参观了一家养老院，那里的环境特别好，老人家生活得很有尊严。子涵说，我爸妈看完后说，要是以后来台湾养老也不错。宏志的父母也特意请子涵父母吃饭，两家人相谈甚欢。我妈说，宏志爸妈特别实在，一看就是靠得住的人家。子涵开心地说，现在他们终于同意我们在一起了。子涵的哥哥弟弟虽然一开始也反对他远嫁，但看到妹妹这么幸福，也渐渐支持了。我哥说，只要我过得好，在哪里都行。子涵说，他还说等我们结婚后要常来台湾看我。看着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，我这个红娘特别欣慰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鼓励我来台湾。子涵感激地说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错过这么好的姻缘了。宏之也经常说，遇到子涵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他说我让他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。子涵害羞地说，其实是他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。经过半年的相处，子涵和宏志终于决定结婚了。丽姐，我们打算在台北办婚礼。子涵兴奋地告诉我，宏志说要让我体验最传统的台湾婚礼。看着子涵幸福的样子，我想起他刚来台湾时的忐忑。谁能想到，当初那个担心台湾落后的上海女孩，现在已经完全爱上了这里的生活。婚礼那天，我特意飞去台北参加。说实话，整个婚礼办得特别温馨。宏之家请来了传统乐师演奏，还按照闽南习俗准备了各种特色小吃。子涵穿着凤冠霞帔，幸福得像个小公主。丽姐，我觉得自己超幸运的。婚礼结束后，子涵拉着我的手说，如果不是来台湾，我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。确实，这一年来子涵的改变很大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急躁，学会了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生活不是一场竞赛。她感慨道，在台湾，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子涵现在在台北一家金融公司工作，每天下班后就和宏志一起去夜市逛逛，喝喝茶。周末两人会去郊游，或者在家做做菜。这种生活虽然普通，但是很踏实。子涵说，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子涵和宏志的感情越来越好。宏志总说子涵给了他家的感觉，而子涵也说在宏志身边特别有安全感。两个人互相包容，互相理解，把不同的文化背景变成了感情的调味剂。前几天子涵还给我打电话说她怀孕了，丽姐，我们准备生2个小孩。她开心地说，宏志说要让孩子既了解台湾文化，也要懂得大陆的传统。看着这对幸福的小夫妻，我深深体会到，真爱是不分地域的。重要的不是你来自哪里，而是你愿意敞开心扉，接纳新的可能。现在子涵的父母每年都会来台湾住上几个月。他们说台湾的生活节奏特别适合养老，而且这里的人都特别热情。我妈现在跟宏志妈妈成了好朋友。子涵笑着说，他们经常一起去上太极课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需要勇气，也需要包容。子涵和宏志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美好的姻缘，更是一个打破偏见、拥抱新生活的励志故事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祝愿子涵和宏志永远幸福。下期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，我是红娘丽姐，咱们下次见。